在曼哈顿金融区的核心地带，世界上最强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安静的错误。它不会让服务器崩溃，也不会烧毁大楼，但它腐蚀了信任、代码与法律的根基。他们以为自己收购了一套杰出的算法，却没发现它带着一处漏洞，一个只有一个人看得懂的漏洞。它没有团队，没有资本，没有筹码，它只有一张30美元的钞票和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27条的深刻理解。3周后，这家公司在市值上蒸发了81亿美元。这不是黑客的故事，甚至算不上犯罪，这只是一个故事，讲述当法律本身变成最危险的算法时会发生什么。在纽约曼哈顿的金融丛林，一场无声的战争悄然爆发。年轻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亚历克斯被金融巨头黑岩集团以法律漏洞夺走了核心资产，他苦心研发的 AI 交易算法专利失去支柱，他濒临破产。律所的会议室里，亚历克斯一言不发，手中的咖啡杯碎成一地。就在这时，他的战略顾问克里斯轻声说道：“给我30美元。”还有黑岩首席风险官万斯博士下周的行程表。亚历克斯苦笑，把皱巴巴的30块钞票塞到他手里，这连人家办公室的咖啡都不够买。可克里斯并没有去办公室，他走进黑岩大厦旁的蓝瓶咖啡馆，等在每天这个时候必定出现的万斯博士面前。餐桌上，克里斯推过那30美元，只问了一个问题：欧盟 GDPR 新规第27条对使用未授权算法的处罚标准是什么？万斯抬起眉梢，平板轻轻一滑，每笔交易处罚营收的4%，没有上限。他随手展示案例，上个月高盛因此被罚了19亿。3周后，黑岩集团的季度财报会议上风暴骤起，监管机构突发质询新交易系统涉嫌算法违规，股价当日暴跌7%。会议室巨幕之上，万斯博士展示的风险报告将矛头直指那个被掠夺的算法专利，其核心正嵌着未经认证的柏林实验室代码。西弗罗斯震怒，解决方案：归还专利可以规避90%的风险。万斯点击模型演示，屏幕上的罚款预测数字猛然跳出81亿美元。第二天，黑岩集团的法务直升机降落在亚历克斯公司的屋顶，一份厚重的钛合金保险箱静静地送回了原本属于他的技术文件。克里斯站在楼顶，撕碎了那张30美元的收据。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标题如是写道：黑岩称此举是战略性的合规优化，但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次由咖啡钱引爆的金融界最优雅的反杀。他没有对抗系统，它只是精准地唤醒了它的惩罚机制。有时候最贵的不是资产，而是对规则的理解。